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在中非现在在南海这边的大规模的布局哦，现在看起来区域冲突一触即发。其实首先我们今天会来特别关注中国大陆它在它的西沙群岛这边的，包括羚羊礁大规模的填海，再加上军事扩建，另外也会来看到在武器方面的建设，在永兴岛上面放了红旗跟轰6K 也都全上线，中非的区域冲突一触即发。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尤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解放军其实南部战区在2月4号跟2月5号在南海可以说是动作频频。首先，南部战区先公布了组织舰艇的编队在这个地区展开了实战化的训练之后，新华社报道呢，这个仁爱礁的部分也有这边做了一个执法的记录，是解放军的海警船。那么再来看到是中国大陆它在西沙群岛刚刚特别提到的羚羊礁这边做了大规模的建设，启动的是填海造陆，还有它的设施扩建，并且可以在这上面看到解放军的新动作有非常多，包括它有它的运输通道，还有滚装船的泊位都已经看到了，并且可以看到这些为了重型的设备、车辆以及机械运输跟登陆预做好了准备。这个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虽然占有实质的占领，但是台湾跟越南也都声称自己在此地区拥有主权。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这个西沙的羚羊礁？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在这边展开这种大规模的工程？这背后的战略意义又是什么？我觉得在羚羊礁就是针对越南而来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其实在西沙已经有建立一个，而且是最大的岛礁，而且成立为一个4级的单位，叫三沙市就是永兴岛。那永兴岛大到什么程度呢？它上面已经可以开火锅店了除了驻军之外，它也可以当做旅游的一个场所。所以事实上，中国在西沙部分已经有了一个岛屿。那在南沙部分，我们就知道有这个楚碧、永济这个美济、这个等永暑等3个岛礁都已经完成了建设。那为什么这时候又要在羚羊礁开始建设？我觉得最主要是针对越南而来的。我们都知道，越南在西沙部分目前已经有20几个岛礁，它也在填岛造陆。那中国基于外交上面不愿意跟这个越南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它必然会在它能够实质控领的羚羊礁上面这个大兴土木填岛造陆那目前看到这个羚羊岛已经这个滚装货轮已经上去了，那滚装货轮上去代表它的重机械、车辆等等就可以很快速的下来。我这边因为我个人曾经驻守过这种小型的离岛包括到大胆啦、二胆啦、东定啦这些岛礁我都驻守过。我知道你驻守在这个岛上，不是说你部队摆上去以后你就可以守得住，绝对不是。你驻上去以后，第一个官兵要在这边长期驻守来讲的话，首先要解决的是官兵的生活设施，你必须要解决。第二个，他的武器装备要上得去，后勤资源要能够支援得上，后续的补给运输也都一并要解决，这才能够发挥你占领的目的。那如果说你只是人在上面来讲的话这个是不形成战力的。那我认为以越南现在的国力，虽然他在西沙占领了20几个岛，但是我不认为他有这个驻守能力。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你在岛上的官兵，你总要喝水吧？在那四周都是海，那个你挖井下去出来的水也是咸水。那以前我们在上面都必须要送什么呢？要做海水淡化机才能够基本上面供给岛上官兵饮水或者是沐浴使用的用水。那你那个海水淡化机，这个包括机子本身要用的油料，还有离心机，还有过滤膜等等那都要定期做补充的。所以对这些来讲，我们那时候对我们都形成很大一个负担，因为你定时海军就要把这个物资送上去。第二个，这个官兵在岛上面生活这个你要吃新鲜的蔬菜跟水果。那第三个，当然对于岛礁上面你要建设各项基地，有时候像一些重型的武器，你不是摆上去就能够打，它的后坐力、它的承坐力，如果说只是沙礁来讲，它承受不住，你必须要加固加强。所以我认为这次羚羊礁这个中国大陆已经这个运送了滚装货轮上去的话，它对这个岛礁的建设应该可以将它建设成一个很坚强的海上堡垒。当然，目的是警告越南说，我在这边是有一个真正的海上堡垒，跟你那个海上的沙堡是不一样的。
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一回是剑指越南哦。那其实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的建设，除了南沙之外，还有西沙。南沙其实从2013年开始就掌握到我们 CG 上面看到的3个岛，这当中包括了永暑岛、美济岛跟主碧岛。那在这边有20多座的机库，可以供轰炸机、空中加油机使用，也部署了地对空飞弹。再来比较新的是，我们在看到 CG 的下面这一行，2017年开始，中国大陆就把它的目光转向了西沙群岛。好，这当中列出来的包括了永兴岛，还有这个琛航岛跟羚羊礁。在这边特别要关注到的是永兴岛部署了红旗9跟轰6K 等等。那其他地方还包括了有直升机啊，跟这个它的舰队基地。怎么看从南沙一直到西沙这一路的一连串的布局跟建设？那在羚羊岛的建设之后，下一步它可能中国大陆的目标会是哪里？将军又怎么看？它这个就是要建设在南海的前进基地。我们知道，从那个三亚、海南岛的最东南角三亚，就榆林港，以前榆林港、三亚湾到永兴岛啊，距离是330公里。你看，它整个的往前推了，往前推330公里，那直接从永兴岛起飞去到整个南海做巡弋任务，你就已经少了330公里对，因为你已经前进了。那永兴岛2.6平方公里，是我们太平岛的，我们讲5倍大。太平岛0.49嘛，后来建了码头之后变成0.52，它是2.6，那2.6是0.52的5倍你就知道将近5倍到5倍多。你看它这个永兴岛大不大？大了嘛。然后再把这个羚羊礁又往前推了，羚羊礁够不够大？因为它那个南北距离是12公里，东西也是4公里，它是一个像橄榄形状。那橄榄形状，礁盘够大，你要填礁造岛。那你一定要有礁盘要够大，你礁盘不够大，水很深，你填的要更多，你要填更多才能够成型。它现在礁盘够大，所以我认为羚羊岛有具备这个条件。但是中国大陆为什么那么积极呢？它现在在这个，因为羚羊礁是在永乐群岛的最南端，你又更前进了，又比永兴岛更前进，那干嘛不做？然后我认为中国大陆是3步走，第一个先把这些填礁造岛变成堡垒化。你刚才讲的永暑岛也好，主碧岛也好，美济岛也好，我通通变成堡垒化，上面都有机场，也都有雷达站，也都有一些防空设施，也有军港、深水港都有。我先变成个别堡垒化，个别堡垒化之后多了就变成网状化，你变成一个网状了，因为大家都可以火力交叉，火力涵盖都可以彼此，就变成我们讲的网状化了。这种带状化变成星罗棋布之后呢？变成一个网状，那网状化再加上现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我们叫无人机。那无人机飞来飞去，这个岛飞来飞去，变成立体化。那整个连成一起，你看变成一个穹啊，天穹这种立体化了，把整个南海是不是造起来了？所以堡垒化也好，网状化也好，或者变成立体化也好，把这个星罗棋布的通通建起来了。所以中国大陆是一步步来，他先找有礁盘大的。当初为什么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永暑礁、主碧礁、美济礁，为什么都变成岛了？就是这个样子，礁盘他们露出，到时候就是最大。虽然岛露出来的它是低潮高地，露出来不多，但是礁盘好大啊。就有点类似我们的东沙岛是一样的，礁盘都很大。那现在呢，所有岛屿有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易攻难守。你要攻那个岛屿，很容易就拿下来了。为什么？它没有腹地嘛，这个难，但是你很难守，但是有彼此交叉火网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你要攻那个岛屿，我其他的火力过来，对，就变成。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网状化跟立体化？因为它所有的岛屿全部都是易攻难守，守不住。第二个呢，所有的岛屿都没有腹地，腹地有限，没有腹地就没有作战纵深。那又没有办法，又难以自给自足，因为它经济条件有限，淡水有限，电力有限，都难以自给自足。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做网状化作战？那现在我们讲了，我做一个小总结，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填礁造岛、抽沙填岛的技术进步了。那技术进步了，它就要往这方面来做发展。我认为这个西沙群岛搞定了，下次不要忘了，因为黄岩岛啊，菲律宾经常闹事啊，我认为。早晚，因为现在黄岩岛是国家海洋保护区，我认为下一个目标黄岩岛少不了，然后再往南沙，它一步步来，所以变成整个以后变成一个网状化
跟立体化的一个岛屿模式。好，所以我们看到菲律宾其实呢，除了刚刚提到的剑指越南之外，还有菲律宾这个地方，那在这边做一个网状化的军事部署。那我们也来看看，其实刚刚特别提到的菲律宾在这边也有打出一个新的牌哦。菲律宾我们来看到是小马可是在最近宣布的，他在巴拉望附近呢这个地方一个气田叫做马兰帕亚。气田以东5公里的地方，他说发现了一个蕴藏量非常高的天然气哦，28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可以供1年570万的家庭来做使用。重点是这个天然气储存的地点其实是非常具有争议的。当年2022年前总统杜特地就在这边曾经因为跟中国大陆有主权争议，所以停止在这边勘察它的石油跟天然气。那这个时候，小马可是他想要再开发这个地方，中国这一次会让步吗？游明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是真是假，然后呢，范围多大，它可开采的程度是如何，其实都还不知道哈。那也就是1月19号，小马可是总的一个宣布，感觉上是他一个策略，不过当然也不是无始之地，因为在这个区域其实拥有天然气的这个储藏量是很正常的。你看，在西沙那边，中国大陆跟越南都各自在做一些开采。我们台湾过去有一艘就是海钓船，曾经到达到我们太平岛的附近去做，就是海底的这些地质层的探勘，也发现到有甲烷冰。那甲烷冰，因为甲烷就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也就是天然气，所以但是它的储藏量的分布啊等等之类，就要很大型的研究才比较知道。而这个区域当然你要知道大型的研究并不容易，因为它基本上地形因为都是珊瑚礁，第二个政治上的这个争议啊，所以呢并没有做很大型的。可是，在西沙那边是有。那距离就是巴拉望岛跟仁爱礁之间哦，大概160公里，85海里，所以它巴拉望岛以东的气田在以东5公里之处，其实就已经很接近，就是仁爱礁的附近了。而如果真的有储藏的话，它底下一定也比较是一个大范围。那如果天然气或者是油田的话，它甚至可能是移动型、流动型的，就像是在东海的油气田一样。日本跟中国在这边都有相当的这个争议过。这到后来就是双方各自都没有办法去往前推。那中国现在这一步，在就是说，中国这一方他开始在往前动，引起日本的抗议。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小马可是当然也不排除他可能就是在诉求民粹嘛。也就是说，你看我们那边有很大的油气田，有天然气，然后可以供我们的发电，当然不可以让啊，这当然也是他一个做法。那第二个是，也许是部分为真，那因此争取这个能源主权、岛屿，这都是一回事儿。那所以这个层面呢，不太容易在现阶段能够分开处理，所以我跟你合作处理油气田，但是我们主权有争议，那除非你双方搁置争议，否则的话，以现在中非的这个南海的争议情况，不容易做分开甚至搁置的处理，所以大概也就停留在小马可是自己本身的这一个诉求了。好，谢谢永明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